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女人到了中年，短发加长衣才是优雅女人的标配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岁月悄悄流逝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从青春洋溢的少女变成了慈祥的婆婆姥姥。想要保持那份优雅与美丽，总是让人感到无从着力，只能叹息，美丽真的好难。然而，只要我们观察那些即使年岁增长依然保持优雅的女性，便能明白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恰当的装扮同样能展现女性的魅力。短发显得干练，长衣则显端庄，这才是成熟女性应有的风采。时尚还很体面。一，短发搭配长衣，这才是优雅女人的标配。女人随着年龄增长，穿衣可不能顾此失彼，衣着和发型都是关键，两者相辅相成，如此这般才能更好呈现那份出众的风华。从优雅妈妈辈们的穿搭中，可以总结出，一个人年纪越大越美的保证是短发搭配长衣，长度不过肩膀又能修饰脸部的短款发型洋气清爽，好打理还显脸小，对气质提升和减龄都有着不小帮助。衣服穿长则能在视觉上营造优雅得体的效果，顺便遮挡身材缺点，让整个身形更加修长美观。年纪大了也很体面，凸显女人味。二，裙子穿长不穿短的优势。有人会说，穿长裙还是短裙，不是随自己的意愿来就行了吗？但是考虑到健康、舒适和气质，长裙是更有优势的，尤其是对中年女人。穿长裙体现在以下几点：一，保护膝盖，避免风湿。岁月流转，我们或许会借助各种外在的装饰来掩盖身体上的不足，但身体的活力和机能却无法像往昔那般充满生机。新陈代谢减缓，免疫力下降，因此健康成为了我们更需关注的焦点。在温暖的季节里，短裙能够展现女性的魅力，露出膝盖似乎也无妨。然而，当秋风渐起，冬日寒风刺骨时，这样的装扮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特别是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这样的穿着方式可能会损害健康，加速膝关节的衰老。二，修饰腿型。敢问一个生完小孩，每天都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45岁的普通女人，能保持完美的身材曲线吗？我相信那都是很小一部分的人吧。短裙会将腿部的缺点都暴露出来，皮肤松弛都能看见，而长裙都能遮盖。腿胖、胯宽、臀肥、腿不直、腰粗等，只要不瞎穿，绝对显瘦。三，更能突出中年女人端庄气质。短裙带着青春的活泼与不羁，仿佛是年轻女孩的专属符号。她们的20岁与短裙的风格完美契合，轻盈的裙摆展现出一种特有的灵动和俏皮，让人感受到年轻的力量和朝气。长裙则是岁月沉淀的优雅，它适合那些经历了时间磨砺、蜕变成长的中年女性。长裙的端庄和大气，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中年女人的成熟与从容，是我们独特魅力的自然流露。三，中年女人裙子解析之道。显然，中年女性穿上长裙，能够有效提升她们的气质和品味。在时尚界，长裙的选择多种多样，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去搭配。无论是追求清新脱俗、高贵典雅，还是展现从容自信，下面的长裙款式解析将帮助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。第一，款式篇。长裙的丰富在于款式的多种选择，以下挑选几款最适合中年女人穿。一，菱形长裙。长裙的面积覆盖广泛，如果只选择纯色，可能会显得有些乏味。但是当菱形图案与长裙相遇，
便能轻松打造出时尚感。这种带有菱形设计的长裙，搭配深色调，能够巧妙地减轻视觉上的膨胀效果，从而达到显瘦的效果。2. 波点长裙。复古风潮席卷而来，又不愿落入平凡日常的俗套，渴望在甜美与稳重间找到平衡。波点长裙无疑是这一季的绝佳选择。小巧的波点比起那些张扬的大波点，更能衬托出长裙的精致与优雅，不喧宾夺主，让裙摆的色彩得以温柔绽放，避免了廉价的视觉冲击。3. 褶皱长裙。不喜欢各种花里胡哨的设计，只想长轻显得素净淡雅，又不缺乏时尚感，可考虑褶皱长裙。那不是指着表面各种皱皱巴巴的设计，而是有规律的，在臀部大腿之间的褶皱，或者是小腿再加点褶皱，形成拼接感，最能修饰臀肥胯宽的身材。4. 缎面长裙。素色长裙以其简约的风格和高级的质感，完美展现了穿着者的品味。选用的面料质地细腻，光泽柔和，仿佛是岁月静好的见证。裙身的表面光滑如镜，透出一种低调的华丽，即便长时间穿着，也依旧平整如新，不会留下任何折痕。裙摆的流畅线条不仅给人以视觉上的舒适感，还能巧妙地掩饰身形上的小瑕疵，无形中为穿着者增添了几分纤细。搭配一件简洁的衬衫，便能轻松打造出轻熟而专业的职场形象。这样的长裙是每个追求优雅与品质女性衣橱中不可或缺的单品。第2，搭裙子的讲究。挑选一条合适的长裙只是开始，要想真正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，还需要巧妙地融入个人特色。通过有格调的搭配，你的造型便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既符合年龄的成熟魅力，又不失时尚的敏锐触觉。这样的穿搭无形中会提升你的内在气质和外在形象。4. 衣穿长，推荐长裙和长裤。衣服选长少选短，不仅能够借助长款设计遮挡一些身材缺点，还能规避搭配问题，降低服装不实用的情况。中老年人可以利用起来的除了长裙，还有长裤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挑选长裤时，裤脚的长度可是个大学问。如果你想要显得腿部线条更加修长，那么选择一条裤脚恰好覆盖住脚背一半的长裤，能巧妙地拉长你的腿部比例，让你轻松拥有大长腿的错觉。而9分裤这个长度的裤装，我建议你挑选烟管裤型，因为它能露出你的脚踝和部分脚背，这样不仅显得腿部线条更加笔直，还能让你的造型看起来更加清爽利落。将这样的长裤与长款开衫搭配起来，既简单又不失时尚感，还能巧妙地遮掩身体的不足之处，达到显瘦的效果。挑选长裤时，面料的选择同样重要。对于9分烟管裤和标准长度的直筒裤，建议挑选那些质地稍具挺阔感的布料，这样有助于勾勒出腿部线条，让身形看起来更加修长。至于宽松的阔腿长裤，选择那些柔软垂坠的面料会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们能够巧妙地遮掩腿部的不完美之处。搭配一件长款开衫，不仅增添时尚感，还能在视觉上拉长身形，营造出一种优雅的纵深效果。阔腿长裤胜在舒适，缺点在于容易显臃肿。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，选取颜色与阔腿裤形成呼应的条纹上衣，可以很好加强纵深感，显高显瘦。看看博主小苏阿姨，虽然年过60，但舒适大方的打扮却很吸引人，值得借鉴。小黑裤简单低调还显瘦，但要注意鞋子的搭配，尽量用一双浅口单鞋或者小白鞋，加强这份沉闷感吧。讲完了衣着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发型的重要性。对于中年女性，得体的穿着
适宜的语言、干净的妆容，都是气质修炼必不可少的。而此时选择一款合适的发型就是锦上添花，能将中年的魅力放大。合适干净的发型也能为着装和面容加不少分。一，聪明女人都爱留短发，原来原因在这里。一，短发显年轻，视觉发量更多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的头发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间的痕迹，白发悄悄地增多，皮肤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紧致，发量也在不知不觉中减少。长发虽然美丽，却似乎多了几分岁月的痕迹，然而短发却有着它独特的魅力。短发发根支撑力更强，能够自然地营造出一种蓬松的美感。这种蓬松不仅让头发看起来更加丰盈，而且在视觉上也能巧妙地增加发量。长发因为自身的重量常常紧贴着头皮，对于那些发量稀少或发质细软的人来说，这个问题尤为突出。短发则不同，它能够有效地避免这种紧贴感，让头发看起来更加立体，从而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发量更佳的印象。二，短发比长发好打理。短发的好处显而易见，洗护过程既简单又节约，你不需要用掉一大堆洗发水和护发素，既省钱又对环境友好。洗完头发后，吹干和打理的时间大大减少，让你的日常护理更加高效和轻松。在造型方面，短发更是方便快捷，不像长发那样需要精心梳理，甚至借助各种工具来塑形。短发通常只需要用手随意抓一抓，或者简单梳理几下，就能轻松展现出自然又清爽的风格，既节省时间又省去了不少力气。三，突出五官，增加面部识别度。长发披肩固然会显得温柔，但是人到中年接踵而来，发腮、细纹、发福都会模糊脸部轮廓和拉低五官的精致感。这时候留长发容易让整体脸型显得缺乏鲜明的辨识度。此外，长发还可能削弱五官的立体感与优势，让原本鲜明的特征变得不那么突出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当长发垂落时，往往会引导人们的视线聚焦于脸部的中央区域，这对于面部存在瑕疵的中年女性而言，反而成了一种负担。四，短发更提升精气神。步入中年的女性选择短发，往往能更好地彰显她们的个人魅力。短发不仅与她们所追求的简约、干练和成熟气质相得益彰，而且还能以它独有的方式勾勒出她们的风韵和雅致。过长的头发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打理和保养，很容易显得凌乱和沉重，给人一种老气的感觉。而短发不仅能让颈部线条看起来更加修长，让面部轮廓更加鲜明，更能展现出中年女性的自信和从容。二，剪短之前，这几个掉颜值的坑要知道。一，刘海不是越短越时髦，眉上更大气。对于天生长脸型、发际线较高的姐妹们，稍微留一点刘海，不仅能够巧妙地修饰脸型，还能有效地遮掩发际线的问题。这无疑是一个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的发型选择。然而，盲目追求当下流行的超短刘海，可能会不小心凸显出面部的缺陷。对于脸型或五官不是那么完美的姐妹来说，这就踏入了造型的禁区。建议刘海的长度要恰到好处，既能遮住那稍高的发际线，又能巧妙地展现眉眼，这样眉毛和刘海之间就能形成一个和谐的平衡，进一步美化你的脸型。二，面条小卷要不得，谁烫都难看。不少姐妹在理发师的推荐下尝试了那种细小的波浪卷发，本以为这样可以让头发看起来更丰满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。然而，这种发型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给人一种过于浓密沉重的印象，反而不自觉地凸显了年龄感，让人看起来更加老气。虽然在某些场合，
精心打理的小卷发确实能增添几分魅力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发型很难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气质。而且小卷发容易打结，形状也容易走样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和造型，这无疑给忙碌的中年生活带来了额外的负担。3. 随便烫染，发色不高级。对于步入中年的姐妹来说，选择是否染发确实需要慎重考虑。追求时尚潮流固然美好，但那些鲜艳夺目的发色，比如蓝色、紫色、红色等，往往并不适合我们普通人。这些颜色不仅难以恰到好处地展现个人魅力，还可能让肤色显得更加暗淡，甚至让整体形象显得有些突兀和不协调。其实，不论是本身的黑发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白发，都有着自然规律赋予的独特韵味。相比去频繁的染发，不如注重发质的健康与光泽感，多养护头发来得更显气质。3. 剪短发一定要注意细节，要遵循3要3不要法则。一个干净、整洁、合适的发型能让中年女性更优雅得体，而一个漂亮得体的发型需要注意细节。接下来，咖啡屋和你继续分享中年女性剪短发的3要3不要法则，显年轻还时髦气质。法则1，要风格，不要流行。头发之于女性就是门面，因为衣服穿错了还可以再换，但发型一旦剪错，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缓冲。因此在剪发型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，什么样的适合，什么样的不适合。上了年纪的女性总是更偏爱短发，好打理、显精神是短发的优势，更多的是人至中年也更能诠释短发的魅力。但是关于短发，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比如说了解发型的风格，一款发型是否适合，除了要了解自己的风格之外，同样还需要了解发型本身的风格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之匹配，而不是什么流行就跟风选择。干练中性的超短发，超短发有很浓烈的个人风格，极具中性干练感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显精神，也很有个人风格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很难驾驭。往往驾驭得好的是那些脸长脸方的人，对脸大脸圆的女性不是很友好。另外，对层次感和刘海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。清爽气质的 lob 头相较于超短发，稍长一点的 lob 短发更适合大部分中年女性。它的优点也很明显，很修饰脸型，简单好打理，且休闲中又带有知性感，相对没有那么挑风格。缺点就是这个发型比较简单，没有风格，更多需要气质来衬托，可以依靠穿搭来提升。很多中年妈妈都会因为头发少而烫一些小卷发，但这个长度的短发烫小卷反而会显得老气，更建议选择长一点的头发或是烫这种大卷发。温柔知性锁骨发，锁骨短发是相对更温柔知性的长度，这种短发长至锁骨位置会更显优雅一些。优点是能提升整体的优雅气质，也是适合大部分人的。缺点即是对发量有一定要求。法则2，要修饰，不要显灵。青春有青春的魅力，成熟有成熟的韵味。对于步入中年的女性来说，想要一种年轻感，重点是不显年龄。在发型的选择上，一个合适的发型能够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，因此建议挑选那些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大约10岁的发型，这样的选择往往更加合适。想要找到那个完美的发型，关键在于它与你的脸型是否相得益彰，以及刘海的选择是否恰到好处。以海清的短发造型为例，同样是短发，效果却截然不同。左侧的超短发虽然个性十足，但驾驭起来颇具挑战，对细节的把控要求极高，而右侧的短发则显得更加年轻，充满活力。
这是因为右侧的发型在后脑勺和耳际处做了巧妙的修饰，与它的气质相得益彰，整体看起来和谐而自然。挑选刘海时，得考虑它如何衬托你的脸型。比如，如果你是那种脸型偏长的女性，那么一款带刘海的超短发就能很好地平衡你的面部比例，让你看起来更加和谐。然而，对于那些脸型圆润、脸颊线条较为丰满的女性来说，这样的发型可能就不太合适了。圆脸配上超短发，再加上刘海，会让脸型显得更加圆润，感觉上有点局促。但如果你把刘海撩到一边，或者选择一个斜分的刘海，效果就大不一样了。这样的处理不仅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大气，还能巧妙地拉长脸型，展现出一种优雅的气质。刘海的造型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整体气质。比如直刘海，它给人一种柔和年轻的感觉，特别适合那些想要显得更加温柔的女性。而斜刘海则带有一种成熟和优雅的韵味，适合那些想要展现知性美的女性。在选择刘海时，要考虑自己的脸型和面部特征。如果你的脸型较小，颧骨较高，或者额头较长，那么直刘海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记得要保持刘海的轻盈，避免过于厚重，这样才不会压低你的脸型，反而能更好地衬托出你的五官。其实对于中年女性来讲，如果脸型没有太大需要修饰的地方，还是更建议选择将脸型露出来，会显得更加清爽利索。如果是脸比较大的，或是脸部有些许需要修饰的地方，就建议选择侧分发来修饰，像3-7分、4-6分等，不仅能让脸型看上去更好，还能显得更加知性优雅。法则3，要蓬松，不要死板。想要显得年轻又时尚，发型的选择至关重要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发型不仅仅关乎个人喜好，更关乎能否展现出年轻活力的一面。比如说左边这两款发型，半扎发和中分发虽然很受欢迎，但它们往往会让头发看起来扁塌塌的，紧贴头皮，这样的效果可能会让人看起来老气横秋，甚至比实际年龄老上10岁。而且这种贴头皮的发型很容易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脸上，无形中放大了脸部的瑕疵。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型，保持头发的蓬松感都是打造年轻外观的关键。蓬松的头发不仅让人看起来更有活力，还能巧妙地修饰脸型，让整体造型更加生动。此外，发尾的处理也是减龄的关键细节。虽然有些发型可能会让人担心显得过于年轻，但恰到好处的发尾处理却能为中年女性带来自然的年轻感，让减龄变得既自然又时尚。对于短发，像这样将发尾向外翘一点，会更有灵动感，不会显得一板一眼。即使是小细节也有显年轻的效果，而且这种小细节的改变也不会有扮嫩的感觉，很适合想要打造减龄感的中年女性。如果觉得发尾翘起来过于灵动俏皮了，那么还可以选择这种一边内扣一边外翻的，也有同样的效果。另外有一点要注意，发尾碎一点气质会更柔和一些。无论是光彩照人的明星，还是平凡的普通人，步入中年之后，许多人纷纷剪短了长发。曾经长发飘飘的梅婷，如今也换上了清爽的锁骨发。人们常说发型之美是整体魅力的点睛之笔，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挑选一款合适的短发更是关乎气质与风度的展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际线悄悄后退，颧骨逐渐显眼，发质和发量也面临挑战。选择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短发，不仅能够巧妙掩饰这些岁月的痕迹，还能让个人魅力得到更完美的释放，让美丽在岁月中绽放新的光彩。4. 3种时髦的短烫造型，洋气还显脸小。第一种，清爽波波头短发烫。
波波头是中年女性最不容易踩雷的一款发型，本身就蕴含着浓郁的减龄气息。当波波头短发与齐刘海相遇时，更是碰撞出了双倍减龄的火花。齐刘海的加入不仅为整个发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感与变化，还能巧妙地修饰颧骨与发际线，让你的脸型更加完美无瑕。对于脸型较大或是偏圆的女性来说，波波头短发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头顶部分那流畅而自然的弧度，它巧妙地包裹并修饰了整个头型，使得头部轮廓看起来异常圆润饱满，让脸庞显得更为精致小巧。对于希望展现年轻活力的中年女性而言，波波头短发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。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参加重要场合，它都能让你轻松驾驭各种风格与装扮。第二种，外翻短发烫。外翻短发烫巧妙地将短发的利落与长发的柔美结合在一起，尤其是那道锁骨的长度，既可竖起又可披散，完全不束缚你的造型选择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这种外翻的卷发弧度不仅让发型看起来更加自然，还透露出一种不经意的优雅。它还能巧妙地增加发亮的视觉效果。对于那些担心头发稀疏的中年女性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小技巧。打造这款外翻短发烫其实并不难，你可以使用卷发棒或烫发器，将发梢部分向外卷曲，创造出自然的外翻效果，然后用一些定型产品如发胶或发蜡，轻轻固定发型，使造型更加持久有型。第三种，3/7分卷短发烫。步入中年的女性，发际线普遍后退，颧骨越发显眼的情况，一款细致打造的3/7分发型能巧妙地勾勒出脸部的线条，让整个面部轮廓显得更加柔和而顺畅。3/7分的短发造型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它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和气质进行微妙的调整，以达到最理想的修饰效果。再配上一个大卷的烫发，不仅增添了几分温柔和柔美，还能让人眼前一亮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。可见，聪明的中年女性都爱短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易于打理，凸显气质，修饰脸型，减少发量困扰以及适应不同场合，完全是中年女性的梦中情发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